运球就看 Uncle Drew，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很多球迷可能已经感受到了，最近 NBA 比赛的得分正在下降，因此盛传联盟开始对得分爆炸的现象忍无可忍，已经开始动手了。到底是印象流还是真的如此？仅凭感觉下结论肯定不对，请 NBA 解释也没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些比赛打开看看。首先，得分下降不只是一种直观感受，而是的确存在。比如输球一方得分不过100的比赛频繁出现，同时双方得分都不足100分的情况也在增多。如在3月19日的比赛中，76人以98比91击败热火；3月17日的比赛，纽约尼克也以98比91击败国王。这在崇尚进攻的联盟当中，这是非常罕见的双方得分不足100的比赛。3月11日那天，甚至还出现了76人以79比73战胜纽约尼克的上古数据。尼克有3节得分不足20分，76人有2节。值得注意的是，76人和尼克在全明星赛后的得分下降方面排在前2位，分别减少了 11.7 分和 8.0 分。往下是勇士、黄蜂、骑士、快艇和太阳。而就在3月18日，快艇在主场对阵没有特雷杨的老鹰时，也只得到了98分。从联盟整体来看，全明星周末前后平均得分变化明显。全明星赛前，联盟平均得分差不多在115分左右，而全明星赛后到现在则下降到了平均111分。在全明星周末之前，曾经有多个球员取得了60加、70加的个人得分，但在过去1个月里，最高得分仅为字母哥的46分。其实个人得分爆款大多出现在12月和1月，这在往年是常见现象。这是因为球星希望通过惊人的表现来争取球迷的支持进行拉票，尤其是在一些重要比赛中，例如恩比德拿下70分就是碰上了文班亚马。然而全明星赛后，球星们会更加谨慎，担心受伤会影响到季后赛。恩比德的确取得了70分，但没过几天他就发现自己的半月板受伤了，目前还在休养中。但全明星赛后的平均得分下降确实是不可否认的现象，尤其在这个赛季更为明显。不论是否裁判受到了联盟的指示，我们可以通过比赛的一些关键环节来找到得分下降的直接原因。首先，犯规数量在全明星周末之后有所减少，这不仅仅是某一类犯规减少，而是各种类型的犯规都有所减少，只是幅度不同。虽然每类犯规的减少量可能并不大，但总体来看，减少的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犯规减少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罚球数下降，尽管不是每一次犯规都要罚球，但整体效应已经出现。在往年罚球数的全年分布并没有特定的规律，但是最近2个赛季到了新年开始后，罚球数就会下降，而且这个赛季下降的曲线更为陡峭，从平均24次降到20次。是各位置的球员罚球数都减少了，还是某一类球员呢？我们以1月30日为界，2月以后罚球数量减少最多的居然是后卫球员，排名前2位的是利拉德和库里。在前10位中，只有西亚卡姆和阿德巴约可以算作内线球员，而在前20位中，至少有13位是外线持球核心。除了利拉德和库里之外，还有特雷杨、福克斯、加兰德、哈利伯顿以及吉尔杰斯、亚历山大等球员。外线持球核心罚球数的减少，说明对手的防守效果在增加，裁判也更加严格的吹罚犯规，这导致每个回合所耗的时间增加，比赛的节奏因此下降。在篮球比赛中，节奏是指每48分钟一个球队的控球次数，在上半个赛季，联盟的平均节奏大约是每48分钟 99.71 次，这与最近几个赛季基本持平，但在全明星赛之后，这个平均值下降到了 98.05 次。虽然每48分钟 1.66 次运球的减少看似微不足道，但与过去10年全明星前后的变化相比，本赛季的下降量居然高达3倍之多。那裁判究竟是怎样咬住了哨子呢？我们来看，在3月19日溜马对阵骑士的比赛中，比赛进行到最后20多秒时，溜马队落后4分，哈利伯顿在底角出手3分。按照过去的经验，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加兰有如此大幅度的盖帽，因为他会担心被判犯规。但是这次加兰奋不顾身地扑向哈利伯顿，显然侵犯了哈利伯顿的投篮空间，并且在他落地之前打到了他的手，还扰乱了他的平衡。然而对于这个球，裁判却无动于衷。如果判哈利伯顿3次罚球，比赛又会重新出现悬念，理应是 NBA 求之不得的。
包括沃神在内的美国媒体已经多次爆料称，联盟对裁判做出了指示，要求减少对进攻球员故意寻求犯规的吹罚。他们还指出，如果得分爆炸的现象得不到抑制，联盟将在今年夏天讨论修改规则的可能性。目前 NBA 主管篮球事务的副总裁是当年活塞的著名后卫杜马斯，尽管他否认了联盟发出任何指示的说法，但他承认联盟已经注意到全明星周末后平均得分的异常波动。杜马斯当然不会承认给裁判发出了指示，因为这种赛季中的执法尺度的前后不一致是非常不专业的。但与此同时，他也留下了修改规则的可能性。个人认为，尽管现在得分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但轻易修改规则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任何规则修改都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并在联盟和球员代表之间进行充分协商。首先 NBA 球队历史上的最高平均得分是发生在1980年代，达到了126分，而当前排名第一的溜马队平均得分为123.1分，并非创下历史纪录。其次，得分的持续攀升既受到规则影响，也受到球员进攻能力提升的影响。那么到底是规则还是球员能力提升的作用更大呢？NBA 的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球员能力的提升。尽管规则对得分有所影响，例如外线防守不允许使用手，这个规则自2004年起就已经实施，但是20年后认为规则不合理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球员是在这种规则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无论是后卫、中锋还是前锋，他们都拥有了更强的得分能力，这才是得分攀升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尽管 NBA 在外线持球进攻方面给予球员更多自由，但在此之前已经取消了严格的人盯人规则，允许有限的联防，这显著增加了防守的多样性。这两种规则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对冲效应。虽然 NBA 每年都在对规则进行微调，但对于根本性的改动，如实行24秒进攻时限、8秒进入前场、3秒区扩大、3分线位置调整以及人盯人或联防等，联盟一直非常谨慎。大部分人认为，任何运动如果想要普及，规则必须简单明了，同时也要保持稳定，否则就会提高参与门槛。频繁改动的规则会导致比分的剧烈波动。你可能想不到 NBA 为什么会担心这种异常波动，但这会引起博彩业的异常波动。举个例子，在最近得分骤降的阶段，有一天所有8场比赛的结果都是小分，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博比分盘口大小分是篮球博彩的基本形式，当一种现象连续甚至长时间出现，就会引起资金方向的不均衡，比如总比分总是低于盘口，你只需要闭眼下小就可以，这是赌场不希望看到的，他们要的是结果均衡，冲水发财。虽然联盟一直跟大家说 NBA 比赛与博彩无关，只是卖贴标，但并不等于他们不关心博彩，因为相当一批球迷看球时会小赌怡情，他们是 NBA 稳定受众的相当一部分。如果他们被不规律的异动影响了情绪，不再关注 NBA， 这将是联盟的一大损失。这跟股票市场低迷是一样的，总是亏钱，还有谁玩呢？所以 NBA 的平均得分涨也好，回落也好，并不是这个联盟在意的根本，他们要的是稳定，唯一能令他们惊慌的就是观众的流失。有很多办法可以对得分暴涨进行控制，裁判咬住哨子是一门学问。NBA 的规则虽然非常严密，但给裁判也留了不少控制余地，比如轻微接触、无意接触、自然动作、稍稍转身以保护自己、留出多大空间、视速度而定等等。全明星赛后平均得分下降4分，其实就是每场3-4个罚球、1-2个进球的事儿。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小伙伴，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在那个中锋称霸的年代，奥尼尔不知道打服了多少内线狠人。天生神力的大鲨鱼在巅峰时期是联盟最具统治力的中锋，没有之一。作为1992年的选秀状元，初入联盟，奥尼尔就迅速展现了无敌的赛场统治力。在比赛中整整有3次在扣篮的时候将篮板和篮筐扣坏的经历，最后一次更是直接将篮筐架拉倒。在湖人时期也是连续统治了联盟3年。奥尼尔在篮下的统治力绝对是历史级别的。由于本身身高就有 2.16 米，然后配合自己的体重，奥尼尔往篮下那么一站，与他对位的中锋明显都比他小一圈。凭借庞大的身躯和强悍的力量，就可以一次次的碾压对方内线，如入无人之境。所以在他巅峰的时候，奥尼尔只需要在低位卡好位置，然后利用自己无懈的被打能力直扛篮下，最后来一个转身扣篮，或者来个小勾手，基本上奥尼尔就可以游刃有余的在内线虐篮，在禁区内翻江倒海对他来说如家常便饭。因为巨大的身体优势，这也让对手即使上包夹也很难去限制他。巅峰奥尼尔在禁区简直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存在，而正是奥尼尔在禁区内过于强悍的实力，让人们都忽略了他的技术。
很多人都认为奥尼尔只会靠蛮力在内线横冲直撞，没有丝毫技术。毕竟他的吨位就已经足够让他在内线横着走了。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部影片，鲈鱼就带大家分析曾经统治禁区的鲨鱼被人忽视的细腻技术。在奥尼尔之前，张伯伦是球场内线权力的基准，但奥尼尔的出现把他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作为 NBA 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中锋，巅峰的奥尼尔在禁区内就如同一个无解的 bug， 除了砍杀战术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奥尼尔虽然看起来5大3粗的，但实际上他的技术非常全面，只是因为经常在内线上演碾压式的个人暴扣和极其糟糕的罚球表现，让他在球迷的口中变成了没有技术的代表人物。但真正看过奥尼尔比赛的球迷就会发现，奥尼尔并不是只靠扣篮得分，很多时候奥尼尔都会使用背身单打的方式得分，他的转身也是非常的灵活，甚至有时候会使用梦幻脚步。他不仅掌握着丰富的内线脚步，他的小勾手也很精准。而且作为一名体重达到340磅的内线球员，奥尼尔还拥有顶级的运动能力，能够和小个子后卫一起下快攻。这也难怪球迷会称他为最灵活的胖子。这些都足以说明奥尼尔的技术非常的细腻。很多人知道奥尼尔是因为在湖人时期与科比组成的 OK 组合名震四方，在世纪之交之时连夺3冠，创造了新世纪第一个王朝球队。但其实奥尼尔在魔术时期就已经是非常出色的球员了。初入联盟时，奥尼尔就已经是一个300多磅的速度极快的内线球员了。在洛杉矶的巅峰时期，他的体重甚至达到了340磅左右。而他开始统治球场，实际上是在没有球的情况下开始的。就像这里，很难想象像这样的无球卡位可以有机会完成出手，但是奥尼尔就是创造了优势，通过卡位使这次进攻变得有所不同。这球奥尼尔先是利用臀部顶住了防守人的核心区域，也就是腰部，然后无球手像划船一样由上到下卡住防守，阻止防守人绕前，之后重心向下，利用力量不断向后挤压防守人，成功卡到篮下之后，舒舒服服的接球完成扣篮。奥尼尔的篮下卡位技术是非常出色的，他在篮下卡位时会根据不同的防守和场上的空间，决定是绕前要球还是卡在防守身后深入要球。之前说的都是他绕前卡位，因为在这些进攻回合当中，防守人并没有给奥尼尔在身后卡位的机会和空间，而当防守人身后有很好的进攻空间时，奥尼尔就会绕后卡位接球。就像这个回合，此时球在左侧底角，而对方的右侧篮下区域是没有防守球员的，所以这球奥尼尔直接绕到防守人身后。奥尼尔的速度快到对方中锋并不能及时跟上，而等防守跟上时，奥尼尔早就在空中起飞了。当然，除了优秀的卡位技术，他的低位背身技术也是十分出色的。就像这里，在被打过程中，奥尼尔往篮下进攻，此时防守球员一定会施加反向的力，阻止奥尼尔继续接近篮下。我们注意奥尼尔的右腿，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将右腿向后伸去挤防守人的身位，所以当他转身时，防守已经完全被奥尼尔卡在身后了，之后的扣篮也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奥尼尔在转身后也并不只是虐篮筐这一招，奥尼尔抛投的手感也非常的柔和。就像这里低位背身单打，这个转身和上回合一样，用右脚卡住防守人，但这个回合防守人做得很好，他的双脚站位比较宽，重心比较低，这就让奥尼尔的转身并没有完全转出空间，所以奥尼尔转变进攻方式，在转身后直接右手抛投完成得分。奥尼尔最具杀伤力的也就是他的鲨鱼转身，他的力量和速度让对手很难去防守。转身之后也有很多的进攻选择，要么转身攻击篮筐，要么转身小抛投。因此联盟不得不因为他修改了禁区规则。而除了在进攻端的巨大威力，在防守端奥尼尔也是统治般的存在。其实防守的技巧也是技术的一种，但奥尼尔被人们记住更多的是在进攻端的统治力。对于他的防守，很多人记忆不是那么深刻。其实他对于篮筐的保护能力同样是 NBA 历史的顶级水准，即使在他防守挡拆时的选择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但是他在防守端的威慑力同样足以排在联盟历史的前列。职业生涯场均 2.26 个盖帽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抢断这个数据上也有场均 0.61 个，
这对于一个身高达到 2.16 米的大个子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奥尼尔在防守端的嗅觉非常灵敏。那奥尼尔没有缺点？显然不是，奥尼尔其实是缺点比较明显的一个球员。奥尼尔当年的球探报告有几个主要缺点：三分区外的进攻手段单一，也很少在3秒区外出手，罚球真的很烂，容易犯规，容易被造犯规。从选秀时的球探报告到魔术时期诱杀阶段，一直到最后离开联盟，本质上奥尼尔就没怎么改过这些缺点，要么是他自己用无比突出的强项把缺点弥补了，要么是对手即便知道了他的这些缺点，也始终没找出彻底应对的策略。其他历史超级巨星往往都有比较明显的调整过程，尤其是外线球员，奥尼尔就这点来说，在超巨里面是非常少见的。但他最大的缺陷还是在于完全没有中距离威胁，像大梦、加内特、姚明等都可以在中距离附近就开始要求背身单打，因为他们有不错的中投能力。但是奥尼尔只能从3秒区开始，如果奥尼尔有最基础的中投威胁，那他的 MVP 很可能不止一个，冠军也不会仅限于此。但这是他后天努力没能达到科比的后果。奥尼尔也确实浪费了天赋，这一点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一开始到最后骂他的人都非常多。但即使是这样，奥尼尔依然能连续统治联盟多年，成为 NBA 历史超巨。他的能力是23游戏中的综评数值，直观的来做一个了解。97分，傲视群雄，独一档的分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字母哥的实力有多恐怖。身高2.13米的字母哥，不仅拥有惊为天人的臂展，还有着相当出众的运动能力，超高的静态天赋结合动态天赋，帮助他在攻防两端达到了几乎无所不能的境界。当然，在升级到如今的这个版本之前，字母哥的表现还是让人有所诟病的。我们不提太久远的时期，那时的他身材还显得十分瘦削，难以在狼群4环的 NBA 联盟里立足。而就近些年来说，字母哥在2019年男篮世界杯上较为拉胯的发挥是无法服众的。就有评论指出，在 NBA 大杀四方的他表现不符合其实际身价。当这名为所谓的 NBA 未来头星离开了联盟的赛长，就原形毕露了。他也许只不过是商业联盟中被吹捧过度的宠儿罢了。然而在今年的欧锦赛中，字母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一场炸裂的表现回击了那些质疑的声音。那么今年欧锦赛赛场上的字母哥到底有多强呢？今天这支影片，鲈鱼就为大家来详细做一个解析。在欧锦赛的前2场比赛中，字母哥场均砍下26分、11篮板、4.54助攻，带队取得2连胜。他用自己多样的得分手段、出色的发挥主宰了比赛。与3年前那个低迷的字母哥相比，现在的他看上去真的是谁也阻挡不了。首战克罗地亚，也许是希望先在外线找到手感，以便接下来更方便的在内线大做文章。字母哥开场先尝试了中远距离跳投和3分远射，然而效果不尽如人意，他的前几次出手都没有命中。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字母哥在教练的旨意下做出了调整。我们看看这个回合，控卫的思路非常清晰，带球让字母哥上线做掩护，随后字母哥转身面框接球，以强大的上肢力量对抗，为自己争取出手空间，在身体失去平衡前果断出手，打2+1成功。再来观察这一球，又是1-4号位的连线，字母哥高举长臂接后卫从底线发出的吊传，在篮下以1敌3，第一次起身出手没有命中，很快在防守球员的夹防下抢下篮板，随后快速起跳扣篮得手。这样的机动能力真的是一般球手很难防住的。这球还应该夸一下后卫卡拉西斯开阔的传球视野，在最棘手的局面下还能顺利地将球传到队友的手中。希腊这样2人连线进攻方式已非常娴熟，我们还能在很多的视频画面中看到字母哥在更深位置要球后接队友的高抛传球，不仅自己在进攻端游刃有余，字母哥还能为队友创造出舒适的出手角度。例如这段视频里显示的，字母哥弧顶3分线接队友传球后，吸引2名防守队员对他的特殊关照，右手运球做动作寻找突破点，发现机会不好，随后背转身左手运球，视野开阔的他发现了位置更好的队友，随即将球传出，送出一记漂亮的助攻。
身边有很多西和阿格拉瓦尼斯这样的射手，让希腊的进攻选择更加的多元。在2019年，当时相比较为稚嫩的字母哥尚且还不能完全阅读通透对手的协防策略，而如今面对强侧的协防，他会在第一时间进攻不畅的情况下，将球分给站在底角的队友送出助攻。欣赏一下字母哥的常规操作，自己带球过半场，发现防守人的站位靠后，利用自己的身高臂长、跳投难以被冒的优势，果断在罚球线前一步出手，篮球应声入网。紧接着这一球，字母哥为队友做挡拆后，快速转身接基地传球，左手持球加速突进内线，站在底线前的队友吸引了防守注意，带走了原本可能存在的协防。字母哥随即大步转身杀进3秒区附近，一个抛投完成终结。此次配合充分展示了希腊队合理的空间站位分布，盖帽、篮板、空接、跳投，精通各种武艺的字母哥，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呢？我们貌似暂时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后场接到断球后的字母哥发起一条龙式的快速带球推进，一记大步流星后，利用制空优势迎着防守上篮得分。本场比赛最让人惊掉下巴的一球发生在这个时刻，这一球让我们产生了深度的怀疑，字母哥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类？扬尼斯不知是从哪里飞身起跳的，他高高跃起，封盖了贾林·史密斯的这记投篮。当史密斯接球后，字母哥还站在游击区，但他几乎用一步起跳就从刚刚的位置飞向了3分线附近，用指尖盖到了还在高速攀升的皮球。最重要的是，3秒钟后他又接球过半场，一个欧洲步上篮打2+1成功，终结了克罗地亚。再来看看末节最后1分钟内字母哥的高水平表演，他先是快速的从罚球线移步至3秒区，跃起盖掉了对手的篮下出手，随后快马加鞭赶到前场，在第一时间失去快攻机会后，耐心地抵在内线防守人的身后，挤出一点接球的空间，为自己创造出空接背身扣篮的机会。这算得上是一次由守转攻的经典回合。当然，我们没提到的部分还有很多，例如一些夸张的面对3人防守下的快攻上篮打上2+1，突破上篮以1敌多完成得分。有了字母哥的存在，打转换进攻已经成为了希腊的家常便饭。因为要想设法防住一个朝你飞奔而来的猛兽，光靠单兵防守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强势防守也几乎对字母哥不起作用，或至少你必须早早的建立起这样的防线。而尽管布下天罗地网，面对字母哥的冲击，你还不得不考虑采用犯规战术。但此次欧锦赛对扬尼斯的犯规并非一个可行的选项。改进罚球速率后的字母哥明显提升了自己的罚球命中率，这点让对手非常头疼。犯规不是，不犯规也不是。ESPN 的一位专家在近期列出了一项排名，给效力 NBA 的10大欧洲球员做了排次。诺维茨基排名第1，紧随其后的就是字母哥。字母哥正用他的表现征服越来越多的球迷和球评专家，他拥有着堪称历史级别的面框冲击力，进攻欣赏性也越来越强。不单如此，字母哥的防守态度也是顶级的。有些球被对手抢断发起快攻后，他还要拼命回追，这放在一般的情况下，普通球员就肯定放弃追求的脚步了。但字母哥绝不普通，往往他还能将球硬生生的冒下来。能力加上强大的精神属性，或许这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的理由吧。字母哥曾在夺冠后接受采访时谈到，去别的地方和他人一起夺冠很容易，这是一条捷径。我本可以去组建一支超级强队，但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的确，字母哥已经挺过了险滩，迈过了一道道坎，在总决赛的舞台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未来在欧锦赛、在世界杯、在国际赛场上，相信他还将拿出更多相对炸裂的竞技表现来震撼我们的视听。本届欧锦赛，字母哥出场6次，场均上场28.3分钟，得29.3分、8.8篮板、4.7助攻，投篮命中率 56.6%， 罚球命中率 78.5%， 这依旧是非常字母哥式的表现。除了3分远射比较一般，只有 20% 的命中率以外，其他表现近乎完美。NBA 赛场崇尚进攻，谁的能力强，谁的队伍就更容易得分；而欧洲赛场崇尚肉搏，注重防守和团队配合，因此个人能力再强，双拳也难敌4手。拥有超级球星的队伍，在更讲求整体性的欧洲赛场上败下阵来，不会太过让人感到意外。
尽管最终希腊憾负东道主德国，但字母哥今年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也算是证明了自己不只是 NBA 的宠儿，在国际赛场上自己也能打出统治力来。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